3年内重返国产高端手机市场 TOP 5，这是魅族在20系列发布上提出的目标。但是1年时间过去了，这个目标落实呢，似乎和预想中有些差距。一方面呢，是从小厂到大厂，品牌人员交接、团队扩充呢需要时间啊，比如说门店和售后。另外一方面啊，就是魅族20这个机子本身的产品力，长板有，但是短板实在太短了。所以啊，投票没输过，销量没赢过啊，确实是当下魅族的一个真实写照。那么这一次，魅族21有实力硬刚同价位的小米14吗？要说去年魅族20最大的短板是啥？大伙的回答应该会很统一，那就是屏幕。2022年给个 1080P 小黄鸭排列啊，实属是难奔啊。那么魅族21，我们就先来看看屏幕部分的表现。实测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是1082尼特，相比去年20上的小黄鸭775尼特，亮度这一块总算是步入了主流水准，并且高低亮度差只有24尼特，高亮度一致性表现呢是比较优秀的。激发亮度上，2万 lux 呢是908尼特，5万 lux 呢是1052尼特，没啥毛病。全屏手动最高亮度呢在600尼特左右，不算强，但好在呢不需要额外开关，不会和自动亮度、激发亮度相冲突。默认的是自然模式，覆盖92.5%的 sRGB 色域和68.2%的 P3 色域，平均色频呢是7200K 左右，平均 Delta E 呢是3.2。切换到D65模式之后，色准表现呢不错，能够到1.6。但是啊，这2个模式的色域覆盖都偏弱，整体色彩看着呢都是比较寡淡的。其他家类似模式的色域覆盖基本都是99.9%的 sRGB 色域和75%左右的 P3 色域。鲜艳模式下能够覆盖99.9%的 sRGB 色域和88.4%的 P3 色域，平均色频呢是3.4。频闪方面，90尼特以上呢是360赫兹的低频 PWM 调光，90尼特以下呢是192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。在低频切换高频时，占空比呢也会降低，所以频闪方面的表现啊是不如中高亮度 LDC、中低亮度高频 PWM 调光的机型的。Full HDR 分辨率在6.55英寸屏幕上显示精细度方面啊，肯定是不如主流 1.5K 国产屏的。凑近看，文字、图标存在一定的居视感。另外，这块屏幕 B 站能看 HDR 视频，但是并不支持杜比世界选项。可视角度方面，在超过45度以后，屏幕呢会出现局部偏蓝，大角度下则是明显偏蓝，表现呢依然不如国产屏。总体来说啊，魅族21的屏幕综合素质对比魅族20呢是进步明显，但是结合色彩、分辨率、调光等各方面，对比目前同价位机型已经普及的 1.5K 国产屏，甚至2K 国产屏机型啊，依然有差距。官方预热的这个屏幕综合素质观感表现优于 1.5K 屏的这个不等式啊，显然是不成立的。换个角度来说啊，去年魅族20如果用这块屏幕，那么实际的销量、产品力、口碑肯定会好很多。放在今年魅族21上，只能说是不会成为一票否决的槽点，但完全谈不上优点。外观方面，魅族21依旧延续了魅族20心理果气的风格啊，垂直磨砂金属中框，后置竖排3摄，环闪呢升级为 IC 灵动环，可以作为消息提醒灯、充电时的电量指示条，听歌时还能化身成跑马灯。当然，环闪也好，灵动环也罢啊，本质上呢都是属于偏设计属性的东西。平时手机屏幕朝下摆放，用来看消息提醒或者说充电时的电量的几率应该是小之又小。这次啊，官方重点宣传的是超窄4等边直屏啊，正面颜值不错，而且如果你喜欢白色前面板的话，它应该是今年新机中唯一的选择。真机效果来说呢，魅族21这个白色面板整体上来说呢是有点偏灰的，如果是换成纯白色，观感上应该会更上一层楼。那满分10分，你会给魅族21的设计打几分呢？可以走一波弹幕。外观部分虽然说和前代差别不大啊，但是整体呢还是挺顺眼的啊。当然这个评价仅限于3颗镜头的标准版 ，Pro 版如果还是维持去年4个圈的设计，那么相机模组部分看着就太长了。屏幕比例呢从之前的20:9改为了19.5:9，实际机身宽度超过了75毫米啊，实测重量呢大概是200克左右，加上后盖呢没有像小米14那样做弧形过渡。实际握持感受相对20呢是倒退了些的，割手感呢会相对明显。另外，我觉得品控环节也有待加强。魅族21上我们没有遇到去年魅族20上那种左右边框不一致的问题，但是我买到的第一台魅族21后盖2处呢有明显的色差小块，重新买了一台之后发现后盖还有一个色差小点，边框和后盖衔接处也有一个擦不掉的黑色小点。随机附赠的保护壳依然是清水软壳，按键部分的包裹性呢是不太行，建议到手就换。游戏环节呢，还是我们的老朋友《王者荣耀高清120帧》、原神以及星铁。测试工具呢是性能狗。王者荣耀高清120帧，魅族21帧率曲线上略微有些波动，平均呢是120.1帧，整机功耗呢在3.2瓦左右，比小米14呢略高一些，机身温度呢是38.1度左右。
20分钟原神，平帧率呢是59.5帧，整机控呢是6瓦，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5度左右。功耗方面依然比小米14高了许多，但游戏整体的帧率稳定性要更好，掉到55帧以内的次数呢要更少。调度方面呢，主要是靠3颗高频 A720积极参与运算，会根据负载动态提频到2.13 GHz， 另外2颗 A720最高频率呢差不多，但并不是同步提频的。X4大核呢是全程摸鱼，中核大核平均频率分别是1.99 GHz、1.2 GHz 和730兆赫兹。不过在负载更高的星穹铁道中，魅族2E的表现呢就要差许多了，帧率全程上窜下掉，平帧率呢只有49.8帧，整机控呢15.7瓦，机身最高温度呢依然是45度左右。对于8进3来说啊，完全不该是这种表现。再来看一下 CPU 调度，游戏过程中中核呢是全程锁定在1.92 GHz 这个频率，X4大核则是在0.67 GHz 摸鱼。对于星辰海中枢这个场景来说，这个频率上限是满足不了实际性能需求的。遇到高压场景呢 ，CPU 无法提频，就会出现帧率大幅下滑。建议后续更新的优化一下调度策略。日常使用流畅度这块，魅族2E表现不错。程序冷启动加载环节，中核大核最高频率呢分别是2.96 GHz 加3.05 GHz。不过应用内的子页面点击加载、信息流快速滑动，基本是靠5个 A720来参与运算。频率在2.56 GHz 到2.96 GHz 之间不等。X4大核在应用内大多数时候呢都在摸鱼。用 Geekbenchmark 6测试，多核成绩在5800分左右，连续5次测试，多核稳定度呢在 97.3%。调度策略上来说啊，魅族2E偏向于高能效方向，因为日常应用内大多数负载呢都放在了 A720上，配合 Full HD+ 分辨率屏幕，实际续航表现呢确实很不错。在我们的300尼特纯5G 数据流量模型下，最终亮屏时长呢是7小时25分，再一次刷新了我们数据库中的第一。去年魅族20上的第2个明显短板呢，就是拍照环节啊，基本就是扫个码的水准。那魅族2E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大变化呢？主摄传感器是三星的 HP3，支持光学防抖。理论上，这颗主摄优化好的情况下，其实还可以啊，比如说可以利用超高像素提升2到3倍的数码变焦解析力。但是在魅族2E上啊，基本是没看到做这方面的算法优化啊，比如说同样是2倍模式，基于主摄的裁切，魅族2E的实际画面解析力还不如 K70。到了3倍模式，基本是完全不可用状态了。完全没有利用 HP3 的高像素优势做更好的数码裁切效果。对比同样是 HP3 传感器的 Note 13 Pro 啊，基于主摄的3倍模式裁切，解析力方面是远比魅族2E强得多。当然，如果和上一代20相比啊，进步呢还是有的啊。比如说白天整体成像稳定性其实还可以，很多 HDR 场景的观感不会像上一代那么辣眼睛。只是在有些高反差场景里，依然和小米14有明显差距。主要问题呢还是在晚上，都快2024年了，魅族2E竟然还是没有自动夜景模式。常规城市夜景，灯箱部分的高光还原能力是比较吃力的。不用说和小米14比，即便是和 K70比，有些场景呢也是要更弱些。而且即便你手动切换到夜景模式去拍摄，实际画面也不会有啥大的改观，甚至会导致油画感更加明显。算法层面依然是明显落后的。至于超广角嘛，硬件规格本身就比较弱，白天拍摄还算凑合，晚上拍摄基本就是凑数级别了。FreeMeOS 10.5依然是简洁轻快的风格，系统呢也很纯净，不管是负1屏还是自带浏览器，都是看不到乱七八糟的广告的。系统自带应用呢也很干净，只有钱包应用有一个横幅广告。特色招牌小窗模式总能在合适的时间自动弹出，用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是目前安卓阵营里面小窗体验做的最好的。IC 建议查找手机这些功能呢也做得很用心。在魅族21上依然是没有看到高刷自定义功能啊，不过实测高刷策略上很激进，30款常用 App 全部都是120赫兹，视频类、地图类都没有出现锁帧，全局高刷这点呢可以给个好评。总体来说呢 ，Flyme 10.5体验上相比 Flyme 10没有太大变化，相对简洁清爽的系统、领先的小窗、舒服的 UI， 这些仍是很多没有坚持使用魅族手机的一个理由。考虑到目前3500到4500档位依然有很多机型在使用短焦指纹，解锁体验上，魅族2E的单点超声波指纹可以算是嘎嘎乱杀了。解锁位置顺手，支持失手解锁，晚上解锁的时候呢也不用担心被闪瞎眼。希望4000档位的友商能够尽快拿掉短焦指纹方案，至少先用上一个超薄屏下，体验也不至于像现在那么糟糕。马达震感属于是魅族的传统强项啊，不过在上一代魅族20系列上这方面开了倒车，这代魅族2E呢总算是补回来了。0916规格，实际震感力度集中，没啥弹簧感啊，基本就是哒哒哒的效果。就是这个80瓦快充回血速度比较水啊，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8.97瓦时。和一些67瓦机型差不多，完整充满耗时呢是44分钟。对比目前同价位90瓦到120瓦级别，
确实慢了些。优点呢是兼容 PD 3.0、PPS、QC4加的充电协议，对于充电头没那么挑剔。接口速率依然是 USB 2.0，并且呢也没有无线充电和 IP68防尘防水。OK， 那么简单小结一波，魅族21相对于魅族20，外观设计这块还是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配方。优势呢是正面4边等窄，有白色面板。缺点嘛就是机身更宽，手感倒退了些。最大的升级是屏幕，从小黄鸭 1080P 升级到三星钻牌 1080P， 勉强跟上了主流大部队。亮度、均匀度都 OK， 但是显示精细度、色彩、频闪方面的表现呢就差点意思了。核心优势呢和上代差不多，同价位独一无二的超声波屏下指纹，马达震感、续航表现呢很出色。对于喜欢用 Flyme 的用户来说，系统体验呢也算是一个优点。缺点嘛，好像也和上代差不多，拍照依然是远远落后同价位机型。和魅族自己比呢，确实有点进步，但问题是今年各家中杯机型全面加强了影像环节，实际上拍照差距反而被进步拉大了。不用说和小米14比就算是和2500档机型比，也是比较吃力的。另外，目前高负载游戏调度优化呢也不太行，所以给我的感觉呢就是魅族21其实是去年魅族20本该有的样子。在今年各家中杯都大幅提升产品力的大环境下，魅族21显然又是属于那种有长板，但同时又明显有短板的机子，综合产品力显然还是弱了些。对于魅族来说，我觉得影像部分确实是急需补课的环节，尤其是后面的魅族21 Pro 如果还是类似的算法调教，那么很显然在4000加价位以上是很难站稳脚跟的。目前来说，2000到2500档位的终端机型，因为成本限制，可以有侧重点的堆料，大家呢勉强能接受相机扫个码。但是4000价位就不能有太明显的缺点了，而4500价位除了不能有太明显的缺点，还得实打实的做好影像上的长板。所以我觉得对于魅族来说，想要重新回到手机行业的 Top 5，确实是任重而道远，只靠少部分的外围各个优势和系统，在当下这个市场环境里是远远不够的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魅族21的全面评测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、加个关注，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同时呢，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、看一看，搜索更多优质壳膜。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拜了个拜。